欢迎我们特别的来宾，蒙牛精选牧场品牌代言人肖战，欢迎战战。Hello， 又见面喽。Hello， 又见面了。欢迎战战，先跟大家问个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蒙牛精选牧场品牌代言人肖战。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到精选牧场。是的，今天我们真的感觉是来到了牧场本身啊，不就是吗？就是，你看这草地，而且你闻到了没有？泥土跟草地的清香。没错。对。再看看远方，还有我们蓝天白云和牧场的牛牛们，太漂亮了！嗨，奶牛们，站长来了，真的会让人感觉马上就放松下来。对，非常的惬意，仿佛就已经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了。所以我看到站长的广告片也是，其实来到牧场有很亲切的体验，对不对？是，来到这个场景里面，真的让我想起了那天拍外景的感觉。我记得那个风里面都是青草的香味儿，然后我记得奶牛在慢慢的吃草，然后晒太阳，而且那个太阳晒得我整个人都暖洋洋的，真的。然后感觉整个人都非常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非常的惬意，然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是的，所以说精选牧场的奶牛们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优质的环境中自由的成长，那度过了高能量的每一天，产的牛乳呢也自然是高品质的了。那所以现在呢，我自己就有个好奇，就是在这么多牛奶类的产品琳琅满目的时候，如果我们进到了超市或者商场，想要选择和购买的时候，不知道站长你有没有一些选择牛奶的标准呢？那我作为精选牧场的代言人呢，那我觉得精选牧场已经为大家梳理好了选好牛奶的5S 标准。这个5S 标准我也做了一些功课，确实是能够帮大家节省不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开心要和站站一起来探索一下我们这个精选牧场的5S 标准到底是什么。而每完成一个 S 标准呢，我们就会来揭晓一页手册，看看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严选的5S 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啊，没问题。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个 S 啊。第一个 S， 站站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精选吗？我觉得第一个 S 的话非常的重要，那就跟盖房子一样，我觉得是产地。就像盖房子，它要选一个很优良的地基，所以才能确保后面的环节呢更加的有保障。说得太好了，就好像建筑一个房子，其实也是我们常说那句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育一群牛。好奶牛，好奶牛，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地，才能够让我们喝到让大家放心或真正有营养的牛奶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用心的还原了一个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完整的地形，让我们一起跟随站站来寻找一下黄金奶源牧场到底它具备哪些优势。我们一起移步到桌子的后方，哇，就在这里了。这片非常美丽的这个地形图哈，上面标志了一些不同的区域，上面也标记出了一些很有让大家印象可能有些很熟悉的一些牧场的名字。是，我看到了上面有一些名字，而且非常的有代表性吧。那我想一定是跟好产地有关系。你说的一点没错。所以站长，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几个区域，然后我们这边呢有精选牧场的标志的这个小旗，你可以把它插上去。然后我们来探寻一下，到底这几个区域有什么样的共同点。没问题。为我们的精选牧场立上 flag。精选的第一个，我看到是科尔沁草原。是的。格林格尔。这个巴彦淖尔。好。现在站长已经标志完了我们4个精选牧场的标志哈，观察一下，你觉得他们4个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其实从我这个角度看，特别明显，感觉他们4个是在一条线上面。对，这个应该是很有讲究的。虽然有距离哈，但是其实几乎是一条线，在一个水平线上面。没错。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几个地区除了它是精选牧场我们优选的位置，它同样呢都位于内蒙古北纬30度到50度附近的这样一个高海拔地区，所以它是属于黄金奶源的一个牧场地带。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就能看到它的视觉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啊。没错。而且据我所知，站站你去过对不对？是。拍电影的时候就在内蒙取的景啊。没错。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我记得当时电影应该是
夏天的时候？秋天。秋天。那个时候的牧场是什么样的？你第一感觉是什么？其实就跟我们这个背景是一样的哦，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能我当时去的时候，它的草会更加的再黄一点点。对，我记得就是最标志性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地形啊，然后气候呢很适宜，而且阳光非常的明媚，微风徐徐。画面来了。就在这好山好水下面呢，奶牛们就有充足的空间去恣意的成长。对的，敕勒川限定牧场纯牛奶千年敕勒川牧场呢，也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个纬度的优势和先天优良的土壤的环境啊，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保证牧草的营养。那战战前面提到了这几个点呢，包括好产地具备的优质的条件，好山好水，不仅仅是一个坐标，更是关系到牛乳的品质了。是，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个好的产地呢，也是跟幸福感挂钩的。那奶牛们每天在这种如此幸福的环境下面生活呢，吃到一方好土滋养的牧草呢，产出好的牛奶更是水到渠成。真的，其实我们人类都很向往这样的牧场，这样的大自然，何况是奶牛们。所以我相信今天在看我们活动的朋友们都会很向往这样的一种幸福感啊！有机会希望大家都去草原感受一下这种放松的心情，像奶牛们一样在草原去沐浴阳光。那我们也可以利用生活当中这些悠闲的时光去品尝这些好牛奶，陪伴我们的生活。所以先恭喜战战完成了我们第一个 S 标准。我们来，我这边就有我们的手册，我们来打开5S 标准的这个第一个，对，看看第一个 S 代表了什么啊？没错了，第一个就是选场地，精选北纬30到50度这样一个黄金奶源的牧场的位置。那必须阳光充足，必须有柔和的风，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必须有天然纯净的水源，同时还有一个必须就是足够大的面积。像战战说的一样，一望无际哈，确认生态优良。第一个 S 完成啦。哇，很顺利。第一个 S 给大家科普完毕，那第二个 S 会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战战也猜猜看，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产地，第二个是产地。其实关于标准的，就是要选奶牛了。究竟这个好的奶牛怎么来选？因为好的奶牛是生产出好牛奶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动力啊，所以精选牧场选择的牛呢，都是优质的品种。那这里呢？好玩了，我们要跟站长玩个游戏啊！又有游戏了，又有游戏了。这个游戏叫做奶牛记。来喽！等一下，快！我的记忆支撑不住了，我的记忆支撑不住了。你说早上喝了几杯？我们的一杯。来，第一个。哎呀！哎呦，先把 logo 翻出来了。好，哎呀，非常厉害。不着急啊。哎，小牛是哪个来着？跟你同款的牛牛，好像是你吧？哎，是。哇，厉害！然后这个是，看来不能打断他，真的要用很快速的方式来做这个选择。哎呀，错了吗？完了，没关系，给你再一次机会，错了还可以再来一遍。好不好？啊，要全部先还原。要还原吗？啊，可以错一次机会，对不对？好，没关系，继续，你只有一次错机会哈。所以这个先翻过去。他们成功了，对吗？他们俩成功了。对。你没有再错的机会了哈，你想清楚啊，你再错要全部重来了啊。冷静思考，不着急。现在再给他找另外一张，对不对？哎，怎么会这样呢？你现在发生了什么？跟我们分享。看来真的是昨天没有睡太够啊。哦，找到了。目前还有3组没有找出来。好，牧场的照片 ，OK， 好像是。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冷静一下？我没有很确定。哦，不对，这个是我已经翻过了啊。对，这是你翻过。对，他们是。那所以还有哪几个？他对吧？对，还有这3个。对，这3个。是个啥来着？哦！哎呀，给孩子吓的。哇，好厉害！一步全部完成了，错了一次。掌声送给我们优秀的战战，勇敢战战不怕困难，是完成了挑战。哎，我都没来得及给大家介绍，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牧场，然后有我们精选牧场的 logo。其实为什么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因为我们精选牧场对
奶牛的品种其实是非常严格的筛选的。那在我们要通过基因的这个筛选之后呢，并且要给每一个牛上查它的家族档案。哦，简单来说呢，我们经过层层考核之后，才能够进入精选牧场，而且每头牛都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身份证。原来这么的严谨。对，那精选牧场从那个选产地到选奶牛，每一步都非常让人安心，是不是？所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牛，包括和战战撞衫的牛，都能看到它们都好健康啊，而且非常的优质的感觉。是啊。所以我们整个呢，每一个图片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我们让战战跟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哦，来，我们一一把它打开，看看背后藏着什么呢？哦，哎呦，来，给我最后一个。OK， 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看看这个代表着什么。当当当当，哎，完成了翻翻乐挑战之后呢，现在背后的图片已经在大家面前了。熟悉吗？这个战战？非常的熟悉。A2 牛奶，回答正确，这个呢就是我们A2 牛奶了。那 A2 牛奶其实相对于普通的牛奶而言呢，它更加的亲和，也更加营养，更容易让我们的肠胃吸收。所以战战有没有感受过它的这个口感是什么样？当然，我记得它的奶香味特别的重，特别的浓郁。对，没错，这也是因为我们精选牧场的 A2 牛奶呢，它是经过了基因和蛋白的双重的检测，精选出了珍稀的纯正 A2 型奶牛。那在4阶精养下产出的牛乳，它自然是奶香浓郁，没有奶腥味的，所以更好的方便我们去吸收营养。没错，那我觉得精选牧场真的是做到了好营养来自精选奶牛，让人喝起来呢也非常的安心。那就恭喜战战了，完成了这个挑战的任务，让我们揭晓了 A2 牛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2页的我们的5S 手册啊，认证标准是什么呢？没错，第2个 S 呢就是基因加蛋白双重检测优选 A2 奶牛，维持了优质的品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认准精选牧场，连奶牛的挑选都是这么的讲究，真的给了我们很安心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要探索什么新的内容呢？第3个 S 会是什么？前面是关于精选的产地，精选的奶牛。接下来到第3步了，精选的 S 会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了3个关于牧场不一样的照片，让战战帮我们来找一找，到底哪一个是符合标准的呢？好的，那战战刚刚帮我们顺利完成了前面2个 S 的探索，包括选产地和选奶牛。接下来呢，我们要探索第3个 S， 就是关于环境的选择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当当当当，3张，应该是找不同啊，有点相像的3张照片，但是有细微的差距。我们要战战找一找，到底它们中间有什么问题，哪一个是符合我们精选牧场标准的牧场？那我先说我觉得不符合的吧。好，排除法。靠近我的这一张呢，它就不是很符合。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烟囱。这个烟囱呢就会排出一些污染环境的气体，所以它非常的不是我们这个优质的精选牧场的标准啊。没错，不 OK 的哈。不 OK， 有烟囱不行啊，不可以。那还有呢？另外2个，看起来都很美啊，看起来都很漂亮啊。我发现了，这一张上面是有电线，这个也是不可以的，非常的危险。这个电线会让牛牛们在这个有危险，对，受到危险，有高压电的危险，对不对？对，所以基本上确定第2个是 OK 的，中间这一张是 OK 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讲讲它符合精选牧场的标准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望无际的地形，然后非常的平坦开阔，没有任何干扰的因素在，所以如果要给奶牛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的话，自然原生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说的真的很对，你发现没有？第2个，它其实就是自然该有的样子，没错，没有任何人为添加的痕迹啊，就是蓝天、白云、牧草，然后有植被，然后就是2个可爱的牛牛。可爱的奶牛。是的，所以奶牛呢有了自然的庇佑呢，这个牛乳产生的品质就自然有保障了。所以精选牧场呢也因此有了这个10远离的一个护育的标准。简单来说，怎么理解10远离呢？就是要远离刚刚战战说到的高压线，远离化工厂，
没错，远离污染的一些场所、工业园区。那为了确保我们的奶牛不会被这些噪音给惊到，那同时呢，也要远离像是旅游区、村庄、医院，还有工矿区和铁路。重要的是，我也没想到，它还要远离河流。哦，通常我们会觉得河流也很大自然，对不对？是，但其实现在很多河流会被比如说周边的上游的一些工厂给污染到，所以我们的牧场也要远离河流，才能够真正保证水源能够真正的纯净、新鲜。真不愧是精选牧场，每一步的把控呢都是很细节，然后很用心的。是的，所以呢，在这个精选牧场当中，不仅为了我们的奶牛们提供了幸福的家园，在环境上让他们很舒适放松啊，而且也有很多这个勤劳付出的牧场人们为他付出关爱。正在之前去拍这个广告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牧场人的一些工作环境？是，之前在拍摄的时候呢，也有了解到一些，有一些牛群引导员呢，带着奶牛们去晒太阳，然后还要运动放松，还有饲养员为奶牛们定时投喂。真的，所以每头牛都有它专人的这个守护者，没错，让人很放心啊。所以每一位牧场人其实他们分工是很明确的啊，包括我刚刚站讲到的，有这个负责陪他们玩的，对，然后投喂的，我听说还有为他们铺床的，保证他们这个卧床区域能够干净整洁，然后居住的这个场所也是5G 体验感，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追求的这个全屋智能系统，奶牛们也有。羡慕哇，羡慕！而且他们是恒湿恒温，冬暖夏凉。哇，那这真的是4季都有好温度，非常的适宜，让奶牛们每天都居住的很舒服，超级舒服的。所以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牛棚的温度是恒湿恒温的啊。其实奶牛跟正奶还有个共同点，什么？他们跟你一样怕热啊？是吗？怕热，我记得我非常怕热，在这个夏天都是拿着手持风扇，小风扇。奶牛比你幸福，他们也有小风扇，他们有小风扇，但不用手持，因为我们在这个牛棚里面设置了非常方便的这个自动的这个风扇系统，所以当气温超过22°C呢，这个风扇就自动会转起来，而且还会为他们洒水，太棒了，给他们降温，太智能了，太智能了，没错。所以一整套这个系统其实就是为给我们的奶牛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居住的环境，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在情绪上帮他们做情绪管理，因为奶牛也会有小情绪嘛，所以我们爱心的这个护育师呢，就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心情好，也会给他们播放一些很舒缓的音乐啊，然后给他们做按摩啊，哇，然后让他们保持好心情，给他们讲故事啊，看看战战的剧啊，就是让他们能够产出更加的这个可口营养的牛奶给他们。天哪，那他们住的地方还有位置吗？我也得想加入了，预定一个精选牧场的好位置，真是。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用心啊，就是像给奶牛打造了一个幸福家园，让他们在每一个牧场人爱的守护下，开开心心的成长。说的太对了，爱的守护下，开开心心最重要。做牛卖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每一次，当你拿到我们的精选牧场的牛奶，你喝进去的不仅仅是高品质的牛奶，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牧场人他们付出的爱心，没错，用心照料是。所以我们能够解锁的第3个 S 的标准来咯，看看我们的手册上写的什么。那要确保奶牛健康成长，需要远离高压线、旅游区、村庄、工矿区、化工厂、医院、污染场所、铁路、河流、工业园区，然后提供爱心的养护，让他们听音乐、做按摩、滚筒刷刷刷、撕牛管家记录成长点滴。100亩牧场12小时每天日光浴，哇，12小时，羡慕牛牛生活的请打1，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刚刚已经顺利探索完了5S 标准当中的前3个 S 啊，接下来我们来探索第4个 S 标准。好了，刚刚我们探索完了前面3个 S， 接下来到第4个 S 了。看着桌前，大概就能猜到第4个 S 是跟什么相关呢？是跟我们可爱的奶牛们每天的饮食相关。没错，看看他们吃什么。桌面上就是这些可爱的奶牛们的食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玉米，是，还有什么是站站熟悉的？胡萝卜，胡萝卜，这个应该是甘蔗，甘蔗啊，然后这个应该是苜蓿草，苜蓿草长这样。你那个燕麦草，我第一次见，我第一次见燕麦草。
没见过哈。对，这个是什么？我们都认一下。豆粕。豆粕，哎呀，所以看起来都是非常天然的食材啊。是，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还有甘蔗。为什么？这个感觉是我也会吃的，感觉是人类会吃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胡萝卜也挺让人就觉得很特别的，感觉是兔子会吃的。是啊，所以奶牛们都会吃这些在桌面上的这些食材。那怎么搭配呢？其实我们也很好奇，是，对不对？怎么搭配？就是营养均衡，才能够让他们能够每一餐都吃的有营养呢。这里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精选牧场的产品专家王鹏老师，跟我们做牛牛们的这个标餐的解释和分享。有请，欢迎您，欢迎王老师。好，肖战老师好啊！你好，你好啊，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啊，大家好，对，我是那个蒙牛精选牧场，然后产品专家王鹏。哎呀，你看王老师一看就身体非常好的样子，喝牛奶喝的，对不对？对。那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通常我们说精选牧场会给奶牛做这个配餐嘛？这个配餐有什么样的要求？其实我们平时的话呢，配餐其实还是要符合我们非常科学的这个标准的配餐。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名词啊，叫做 TMR 营养配餐技术。TMR 营养配餐技术，听不懂，给我们再展开说说。这个今天前面几个 S 的话已经猜了很多次了，那这回这个 TMR 的话，还是让肖战老师猜一下。让代言人猜猜，让我来猜一猜。对，猜一猜啊。TMR。对。那我就随便猜了，大胆猜，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食材，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给牛牛们吃呢？太有才了！对，回答正确。哎，对，其实 TMR 的，对，是把它都每一口都得尝一下。对啊，TMR 的话就是 Total Mixed Ration 啊，就是对，它叫全混合日粮啊，就是我们人平时吃饭的时候也要讲究这个饮食搭配嘛，没错，健康搭配嘛。所以说，奶牛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如果他们需要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牛吃草嘛，所以说苜蓿草含高钙，燕麦草含高纤维，这些都是牛比较爱吃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个它们的粗料啊。但是呢，同时他们也需要去补充一些，比如说蛋白质啊，比如说一些能量啊。所以这些玉米呀、豆粕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帮它去补充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维持它每天的营养均衡。所以把这些粗料、精料、蛋白质、能量来源都加到一起。对，就是这个 TMR 营养搭配。对，哎呀，战战听完这个之后有什么感受？可以，还有多的吗？感觉健身人士也很适合。这个回去我跟奶牛商量一下。哎，我也很好奇一个，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一整套这个搭配的比例的系统，它是所有奶牛都可以同款就吃了就完事儿了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它肯定是要有讲究的，因为奶牛它平时的状态也不一样。比如说刚出生的小牛和成年奶牛呢肯定不一样。那包括奶牛在产奶前还是在产奶中，其实它需要去搭配的一些配方也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奶牛在产奶的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它们是需要更多的能量的。它们很辛苦的，所以说我们会适当的去提高一些，比如说精料它们的一个比例，让它们有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去帮助它们产出更好的牛奶。原来如此，那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定制不同的营养餐、健身餐，那奶牛呢也有专属自己的饮食方案。是的。来考验我们王老师跟战战一个问题：有一头牛，它有一个脑袋、4条腿，同时有1身毛，为什么？为什么？因为 TMR 营养餐。哎呀，原来如此。为什么为 TMR 营养餐？太棒了！好，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很实用。所以大家记住啊，我们的这个精选牧场的牛牛们都是被投喂了很有精选搭配的这样一个 TMR 的一个营养标准的饮食系统啊。所以我们看到第4个 S 也给我们解锁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第4个 TMR 营养配餐，科学搭配，确保
营养均衡，所以每一步呢都透着这个专心和爱心，让我们所有的奶牛们都能够在牧场当中放心的去补充能量，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没错，而且感觉现在每探索一个 S 呢，就对精选牧场的认知更深了一些。是的，那4个 S 都已经探索完毕，就留下最后一个 S 了。镇长，你觉得最后一个 S 还有什么我们没有聊到的？不要猜了。我们来想一想啊，前面比如说我们先提到了牧场的选址，然后还有环境，还有我们的牛奶牛，还有他们的饮食，那最后一个应该是跟牛奶有关了吧？牛奶本身，对哦，到底是什么呢？前面的环节都已经为大家了解了我们这个牛奶产出的过程当中需要哪些条件了。没错，接下来第5个 S 就是我们精选牧场的核心技术，叫做2小时的锁鲜科技。那前面我们各个环节其实都是为了最终能够产出新鲜又营养的牛奶。那我们精选牧场呢有一个核心技术，就是2小时的锁鲜科技。我们也请王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技术是怎么来具体实现呢？笑容都浮现了，有点自豪啊。对，其实说到这个2小时的锁鲜科技的话，主要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生乳从奶牛挤出来之后，它到加工之间是有一定过程的。这个的话呢，其实都是牛奶当中富含的原生的营养、天然的营养，因为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的。相当于从挤出来之后到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为干扰啊，或者我们也比较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更符合我们国际的标准，也超过了100多项的这个严格的检测，这样的话会更好的保证它的品质。好厉害！所以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不如咱们就赶紧尝一尝吧，感受一下这个精选牧场的牛奶的口感啊！哇，好期待！我们先干个杯，干杯，好不好？来，敬我们精选牧场，敬我们的代言人战战，哇，太让人期待了。入口特别的顺滑，而且特别的醇厚，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就感觉真的像王老师刚刚说的啊，就把整个牧场的那个鲜都喝到了嘴里。是的，好好喝啊！真的，牧场的味道我知道，真的。有大自然的味道啊！对，这个其实就是2小时锁鲜技术它的一个魔力了啊！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在牛奶刚挤出来不到2小时就去加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艺，比如说均脂，它的话呢可以把我们这个牛奶当中的脂肪给均匀的打散，然后跟我们牛奶去融合在一块儿，这样我们每一口喝的都是一些浓浓的奶香味儿，其实它就是乳脂肪的味道，然后包括里面有天然的乳糖，有非常非常清甜的这个感觉，所以说牛奶的这个香味儿是由乳脂肪、乳糖以及它的一个丰富的蛋白质综合下来的一个非常复合的、非常平衡的一个奶香味儿。所以不管老人、小孩，还是像咱们这个正当年，都能够去品尝我们的精选牧场的牛奶，对不对？太好喝了，慢点喝，而且它喝呛着了。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早上啊、下午，战战，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我一般都是睡前喝。睡前喝，因为我觉得我睡眠不是很好嘛，我觉得喝牛奶的话会帮助我睡眠。对，老师是不是确实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和场景、年龄段都很符合我们精选牧场牛奶的品质要求？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精选牧场品牌去用5S 标准去精选好奶的一个初心。其实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牛奶的话，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也在难免有一些困惑，到底该选什么牛奶好呢？其实很多关于选择的事情都由我们品牌来做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牧场阶段，把从产地、奶牛、环境、生乳和这个餐食，对吧，都帮大家选好了。我替消费者选好了之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喝到更新鲜、营养、安心的牛奶了。谢谢王老师。所以我们5个标准都讲清楚了，来看最后一个 S， 最后一个就是选生乳了。刚刚我们讲到国际标准超过了100项的检测，那奶品的监测105项标准，优于欧盟的标准。哇，掌声鼓励一下，5S 集齐了，集齐了。
我们也来问问这样满满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啊，战到目前阶段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今天收获真的太多了，从走进牧场，再到奶牛的生活环境，再听到老师的专业讲解知识，能够深深地感受到2小时锁鲜带来的新鲜营养。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感受到精选牧场的用心，喝到安心有营养的好牛奶。是的，那今天我们的5S 探索之旅到这里呢，也要圆满的结束了。感谢王老师给我们专业的分享，也感谢战陪伴我们做了这样沉浸式的探索精选牧场的体验哈，让我们了解了什么是5S 标准，什么是2小时的锁鲜技术。像我自己就有很大的收获，以后去超市就不会有选择综合，就认准精选牧场，战选的一定不会错哈。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